我倾尽积蓄买下了一套闹中取静的精装大平层，本想过上安宁有序的生活，没料到楼上搬来一家蛮横邻居，熊孩子日夜噪音无休无止，没想到这背后却隐藏着一个惊天秘密。赵姐，我是楼下的邻居，麻烦您平时稍微管一下孩子，白天闹腾也就算了，夜里能不能轻一点？我这边实在没法休息，上班都受影响了。我本以为一番和气的沟通总能换来对方的理解，可赵雅却翻了个白眼，语气刻薄的回应：孩子才7、8岁，正是活泼好动的年纪，哪有不闹的？小孩子不懂事，你一个成年人跟他计较什么？太小题大做了吧？说完，他不等我再开口，就砰的一声关上了门，留我站在门外，手里的糖果盒显得格外讽刺。1个星期前的夜晚，我结束了一天高强度的工作，拖着疲惫的身躯回到家，可当我刚躺到床上，头顶就传来一阵剧烈的咚咚声，紧接着便是孩子尖利的哭闹声、桌椅拖拽的刺耳声响。起初我并未在意，只当是孩子偶尔调皮，忍一忍也就过去了。可我万万没想到，这仅仅只是个开始。清晨6点，天刚蒙蒙亮，大多数人还在睡梦中，楼上的熊孩子就准时开启闹腾模式。我从熟睡中惊醒，再也无法入眠，顶着黑眼圈上班，一整天都昏昏沉沉，工作频频出错。原以为这次提醒能让赵雅有所收敛，可现实却给了我狠狠一击。从那天起，楼上的噪音愈发猖狂。有一次我在家开会汇报重要工作，头顶突然传来一阵剧烈声响，夹杂着孩子的尖叫，直接让我断了会议音频，遭到了领导的严厉批评。第二天，我再次上门理论，这一次我收起了和气，语气严肃地告知赵雅：赵女士，孩子调皮可以理解，但长期恶意扰民，这已经侵犯了我的合法居住权。如果你再不管教，我就只能找物业或者社区来解决了。你少在这吓唬人，有本事你就去找物业，我还怕你不成？不就是孩子闹一点，你就是小气矫情，见不得别人过得好，故意找茬。争执了几句后，赵雅再次狠狠关上房门，隔着门板，我都能听到她对着孩子喊：宝贝别怕，随便玩，有妈在，没人敢欺负你。2次上门沟通无果，我只能将希望寄托于物业。我来到物业办公室，找到40多岁的物业经理，将楼上长期恶意扰民的情况一五一十的说明，还拿出手机里录制的噪音音频，清晰的播放给他听。张经理，麻烦您帮忙协调一下，楼上的噪音实在太严重了，我已经半个月没睡好觉了，再这样下去，我真的要崩溃了。吴先生，实在不好意思，这都是业主之间的私人纠纷，我们物业就是个服务行业，只能帮忙传话，不好强制干预业主管教孩子，您也多体谅体谅我们的难处。张经理，我买的是合法产权房，享有安宁居住的权利，他纵容孩子恶意扰民，本身就违背了业主公约，这不是私人纠纷，是他侵权在先。见我态度坚决，物业经理只能当着我的面拨通了赵雅的电话，按下免提键，电话刚接通，就传来赵雅不耐烦的声音：这烦不烦啊？正吃饭呢，没事别打电话。赵女士，我是物业小张，楼下吴先生反映您家孩子噪音太大，影响到他休息了，麻烦您平时多管教一下，邻里之间互相体谅一下。电话那头沉默了几秒，紧接着便传来赵雅更加刺耳的尖叫，语气嚣张跋扈，毫无歉意。不就是孩子闹了一下吗？你告诉他，我吃完饭会说孩子的，他一个大男人这么矫情，这点噪音都忍不了，有本事别住楼房啊。他的声音极大，物业办公室里的工作人员都听得一清二楚。物业经理尴尬地看着我，我再也按捺不住心头的怒火，拿过物业经理的手机，用一种冰冷到极致的语气开口：赵女士，我在最后通知你一遍，管好你的孩子，停止恶意扰民，尊重他人的居住权。现在是晚上8点17分，请你立刻让孩子安静下来，不要再制造噪音。不等他反驳，我直接挂断电话，将手机还给物业经理，转身就走，心底已然清楚，物业根本指望不上。回到家，我刚脱掉外套，手机就疯狂震动起来，全是小区业主群的消息。我疑惑地点开群聊，竟是赵雅发的一段60秒长语音，她捏着嗓子，装出一副委屈可怜的模样。家人们，你们快来给我评评理，我家孩子就是活泼了点，偶尔闹了一下，楼下那个男的就不依不饶，3番5次上门找茬，还找物业投诉我，一个大男人天天为难我一个女人，跟小孩子过不去，还有没有天理了？我看他就是心理变态，故意针对我们母子。群里瞬间炸开了锅，不少不明真相的邻居被赵雅的伪装蒙蔽，纷纷站出来附和：赵姐别生气，小孩子调皮很正常，互相体谅一下吧。就是啊，一个大男人这么小气，跟孩子计较什么？太没风度了。估计是楼下邻居太矫情了，一点噪音都忍不了，没必要这么较真。看着群里的言论，我只觉得心寒又可笑。我明明是受害者，却被污蔑成了故意找茬的恶人。我默默点开相册，将近1个月录制的噪音音频、深夜扰民的视频，还有2次上门沟通的录音，以及物业打电话协调的记录，一一整理好，清晰标注好时间，悉数发到业主群里。我本以为铁证面前，赵雅该无话可说，可我还是低估了她的无耻与厚脸皮。群里短暂安静了3秒钟，紧接着赵雅的消息就像炸弹一样刷屏：你居然偷偷录音录像，你是不是变态啊？天天盯着我们家，你想干什么？我看你就是对我有意思，追不到我就报复我们母子，大家快来看啊！楼下有个心理变态，偷偷监视别人，太可怕了。他的话不堪入目，恶意抹黑，将自己塑造成无辜受害者。群里的风向瞬间被带偏，开始对我指指点点。就在这时，一个账号跳了出来，是赵雅的丈夫刘东。他在群里发了一段语音，声音带着酒后的微醺：小吴是吧？年轻人别太计较，不就是孩子
子闹了点吗？这样，我明天微信给你转200块钱，算是精神补偿。这事就算了，都是邻居，低头不见抬头见，别搞得跟仇人一样。听着他的语音，我突然笑出了声。这200块钱不是补偿，而是赤裸裸的侮辱。我的怒火在这一刻彻底被点燃，我手指在屏幕上飞快敲打。第一，我要的是安宁的居住环境，不是你的施舍。第二，立刻管好你的孩子，停止恶意扰民，向我公开道歉。第三，你的面子你自己挣，别指望我退让半分。我的回复在业主群里炸开了锅，刘东怎么也没想到我敢这么直接顶撞他，他灰溜溜的撤回了语音，可赵雅却彻底疯了，他开始在群里用最不堪的语言对我进行刷屏式辱骂。小气鬼，给脸不要脸的东西！你以为你有2个臭钱买个大房子就了不起啊？我看你就是个心理变态，活该你没老婆，活该你单身一辈子。老光棍，住着大房子却小肚鸡肠，跟孩子过不去，我呸！群里瞬间变得死一般的寂静，所有邻居都在默默窥屏，我没有再回复一个字，平静的退出了业主群，坐在沙发上沉默了许久。这一次我不再想着忍让，没人知道我大学时主修机械工程，对声学减震、隔音设备有着深入的研究，毕业后也一直从事相关工作。对于治理楼上噪音，我有着十足的专业底气。我购置了一套专业的变频震楼设备，搭配智能定时控制器、隔音减震垫，还准备了全套的安装工具。为了确保不影响其他邻居，我特意反复调试，精准定位楼上熊孩子的活动区域，确保不会波及其他住户。几天后的一个夜晚，等楼上再次开始疯狂闹腾时，我缓缓启动了设备，高频震动透过楼板，精准传到楼上，瞬间抵消了熊孩子的砸墙声。原本喧嚣的楼上瞬间安静了下来，紧接着便传来赵雅气急败坏的怒骂声。没过10分钟，我家的房门就被砸得咚咚作响。不用你个神经病，疯子，快把那破东西关掉，不然我跟你没完！我任由他在门外撒泼砸门，同时打开家门的监控，将他的所作所为完整记录下来。赵雅砸了半天门，见我毫无反应，只能骂骂咧咧的离开，头顶的动静也消停了一整晚。我终于睡了一个安稳觉。清晨7点半，我的手机响起，来电显示是未知号码。我接起电话，还没来得及说话，赵雅就在电话那头歇斯底里的嘶吼：不用你个神经病，疯子，你赶紧把那破设备关掉，不然我报警抓你！赵女士，请注意你的措辞，我在自己家装设备，没有影响其他邻居，反倒是你家长期恶意扰民，报警的话，吃亏的是你。他被我噎得一时语塞，几秒钟后再次放狠话：你等着，我现在就报警，让警察把你这个变态抓起来！我嘴角勾起一抹冰冷的弧度，淡淡回应：华言。说完，我直接挂断电话。我心里清楚，我全程合规操作，手握对方扰民铁证，警察来了也只会判定他无理取闹。不到半小时，2名民警就在物业经理的带领下来到了我家门口。楼道里围满了早起上班的邻居，议论纷纷。赵雅一看到我就指着我的鼻子，对着民警哭喊：警察同志，就是他，这个神经病，在家里装破设备，故意吵我们，你们快把他抓起来，严惩他！为首的民警皱着眉头，看了看疯癫的赵雅，又看了看淡定的我，沉声开口：是你在家安装震动设备，故意扰民吗？是的，警官。随后我拿出一个文件袋，将自己的房产证、身份证，还有近1个月录制的楼上噪音音频、视频，赵雅在业主群辱骂我的截图，以及他上门砸门、电话恐吓的录音，一一递到民警手中。条理清晰地说道：警官，是楼上长期恶意扰民在先，我多次沟通无果，物业协调也没用，才在自家安装设备自保，全程没有影响其他邻居，所有证据都在这里，你们可以核查。民警仔细翻看证据，听完噪音音频，脸色逐渐变得严肃，转头看向赵雅，语气严厉地问道：女士，楼下邻居反映的情况是否属实？你家长期恶意制造噪音，影响他人休息？赵雅的脸一阵红一阵白，支支吾吾，眼神躲闪，根本不敢直视民警，只能胡乱辩解。我就是孩子闹了一点，不是故意的，他也太小题大做了，居然装设备报复我们。我冷笑一声，拿出手机，点开赵雅在业主群辱骂我的语音。民警的脸色愈发难看，将文件袋还给我，对着赵雅严肃批评道：女士，是你家纵容孩子，恶意扰民在先，侵犯了他人的合法权益，楼下住户的行为属于自保，并未违法，也没有影响他人，我们无法处理。我劝你还是管好自己的孩子，邻里之间互相尊重，不要再制造噪音，否则引发更严重的后果，你要承担全部责任。说完，民警便收队离开。赵雅瘫坐在地上，满脸不敢置信，她怎么也没想到，报警非但没治得了我，反倒自己挨了一顿批评。物业经理凑上前来，陪着笑脸对着我求情：吴先生，您看这是闹的，都是邻里，抬头不见低头见，要不您高抬贵手，先把设备关掉，大家有话好好说，顾全一下大局。我没有说话，只是从文件袋里拿出另一叠打印好的文件，递到物业经理手中。那是赵雅在业主群里所有辱骂我的言论截图，还有她长期扰民的证据清单。物业经理看着上面不堪入目的字眼，瞬间哑口无言，只能悻悻地离开。我的硬核反击事迹在1天之内传遍了整个小区，业主群再次炸开了锅。有人骂我做事太绝，毫无人情味，也有人匿名发帖，拍手称快，说对付这种无赖，
就该用这种雷霆手段。刘东见报警、物业介入都无计可施，试图用威胁恐吓的方式逼我退让。第3天，我收到了一封律师函，律师函中要求我立刻拆除家中的震动设备，恢复楼上的安宁生活，向赵雅夫妇公开道歉，还要赔偿他们精神损失费、误工费共计10万元，否则就将我起诉至法院，追究我的法律责任。就在我研究律师函时，门铃突然响起，我打开门，门口站着一个陌生的男人，穿着得体的西装。他见我开门，微笑着伸出手：“你好，吴用先生，我叫李峰，住在对面那栋楼，是一名律师。”我有些意外，但还是礼貌地同他握了握手。赵律师，您找我有事吗？李峰推了推眼镜，镜片后的眼睛里闪着一丝兴奋的光。哥们，你这事干得太漂亮了，小区里都传遍了，对付这种无赖就该这样。我听说你收到了律师函，特意过来看看，能不能帮你参谋参谋。我闻言，连忙将他请进屋里，把那封律师函递给他。李峰接过律师函，只随意扫了几眼，就嗤笑出声：“这律师函就是废纸一张，漏洞百出，纯粹是刘东找了个3流律师，用来吓唬人的，没有任何法律效力，你完全不用理会。”紧接着，他指着上面的条款，一条条为我分析，从法律条文到诉讼风险，讲得条理清晰，头头是道，一口气说了半个多小时，我听得频频点头。哥们，我再告诉你一个内部消息，刘东那个公司早就资金链断裂了，欠了一屁股债，到处找人借钱，他不过是想靠气势压垮你，你千万别上当。有了李峰这个专业律师的指点，我不再被动等待对方出招，而是开始主动搜集证据，筹备反诉事宜。就在这时，我突然想起一件事，当初装修房子时，为了防止家中失窃，我在客厅、阳台、楼道口都安装了微型隐形监控，如今却成了我手中最有力的筹码。我立刻找出监控储存卡，插入电脑。起初只是楼上噪音扰民，赵雅上门谩骂的画面，可看着看着，我突然发现了一个诡异的现象：赵雅夫妇的行为极其规律，每周3和周5的深夜都会鬼鬼祟祟的出门，手里拎着一个鼓鼓囊囊的黑色旅行袋，左顾右盼，像是在做什么见不得人的勾当。更奇怪的是，不到一会，就有一个戴着口罩、捂得严严实实的陌生男人悄悄来到他们家门口，双方快速交接黑色旅行袋，整个过程不超过1分钟，随后便匆匆离开。我的心头猛地一凛，这背后一定藏着不可告人的秘密。我立刻把这个发现告诉李峰。电话那头，李峰的呼吸瞬间变得凝重起来，语气严肃地叮嘱我：“吴勇，这事不简单，很可能涉及违法犯罪，你千万不要声张，保存好所有监控录像，这是关键证据，千万别弄丢了，我们后续说不定能派上大用场。”我小心翼翼地将监控录像备份加密，深藏起来，继续静观其变。赵雅夫妇见律师函对我毫无作用，彻底急了眼。赵雅每天守在楼道里，只要我出门或者回家，她就像幽灵一样冲出来，用最恶毒、最不堪的语言对我进行谩骂。面对她的龌龊手段，我始终面无表情，只是默默打开手机的录音录像功能，将她的一言一行都清晰记录下来。在李峰的专业协助下，一份逻辑严密、证据充足的反诉状很快起草完成。诉讼请求清晰明确：一是要求赵雅夫妇立刻管教孩子，停止噪音扰民，在小区业主群和公告栏向我公开赔礼道歉；二是要求赔偿我精神损失费、误工费、在外住宿费用等各项经济损失，共计15000元；三是要求承担本案全部诉讼费用。当法院的传票专人送到赵雅手上时，他整个人都懵了，他做梦都没想到，我非但没有被吓倒，反倒敢直接反诉，将他告上法庭。刘东得知消息后，彻底失去了所有理智。当天晚上，他喝得酩酊大醉，冲到我家门口，疯狂砸击防盗门，他嘴里还不停地嘶吼着污言秽语，威胁我的人身安全。我冷静地看着家门监控传来的实时画面，直接拿起手机拨打了110报警电话。警察同志，有人醉酒后暴力砸门，寻衅滋事，威胁我的人身安全，地址是沙雕小区2单元3楼。民警接到报警后，短短10分钟就赶到了现场，当场将还在疯狂砸门的刘东控制住。刘东醉醺醺的挣扎，态度嚣张，拒不认错。民警核实情况后，以寻衅滋事罪将他带回派出所拘留，并处以500元罚款，进行严厉的批评教育。经此一事，刘东彻底颜面扫地。我没有就此罢休，将刘东醉酒砸门的监控视频、赵雅楼道谩骂的录音录像、法院的案件受理通知书、赵雅长期扰民的证据一并打包整理好，发给几位处事公正的老业主，并附上一段客气诚恳的话：“叔叔阿姨，最近因为楼上噪音的事情打扰到大家，实在抱歉。这是事情的全部经过和证据，麻烦你们帮忙明鉴。我并非故意挑事，只是想守住自己的合法权益，相信公道自在人心。”做完这一切，我关掉手机，小区里的舆论风向很快出现了逆转。原本指责我、误解我的邻居，在看完所有证据后，全都恍然大悟。赵雅夫妇走到哪里都被人指指点点，名声一落千丈，成了小区里的过街老鼠。开庭前一天的深夜，我被一阵刺耳的金属敲击声惊醒，查看家门监控，竟发现刘东趁着夜色，带着2个壮汉偷偷摸到我家门口，拿着撬棍试图暴力破坏我家大门。我冷静地看着他们的一举一动，将他们的违法行径全程记录下来，并打电话报警。等他们将大门破坏得面目全非，气喘吁吁准备离开时，我打开了大门。刘东和那2个壮汉猛地回头，看到我的瞬间，脸色瞬间变得惨白，酒瞬间醒了大半。刘东强装镇定，色厉内荏地指着我嘶吼：“吴用，你故意跟我作对，挡了我的路。第一，这是我家，你无权破坏；第二，是你长期扰民在先；第三，你现在的行为属于故意毁坏私人财物，已经涉嫌违法。
法犯罪。刘东的脸彻底失去血色，跟那2个壮汉想要逃跑，却被赶到的民警当场抓获。赵雅听到消息，疯了一样从楼上跑下来，看到被警察控制的丈夫，瞬间崩溃大哭，所有的嚣张跋扈全都化为了恐惧与绝望。我抓住这个关键时机，将赵雅夫妇深夜秘密交接黑色旅行袋的诡异视频，加上详细的时间、地点说明，通过匿名邮箱发送给了市公安局的官方举报邮箱，实名举报2人行为可疑，疑似涉及违法犯罪。警方接到举报后，立刻成立专案组，根据我提供的精准线索，很快锁定并控制了那个神秘的口罩男。经过连夜突击审讯，一个隐藏在深处的惊天秘密彻底被揭开。原来，刘东的公司早在1年前就已经破产，沦为空壳子，欠下了巨额债务。他铤而走险，伙同他人做起了走私高档奢侈品、非法倒卖烟酒的勾当，而他们家就成了非法货物的临时中转点。每周3和周5深夜，正是他和下家交接货物的时间。赵雅全程知情，还帮忙藏匿交接货物，沦为他的共犯。他们之所以疯狂报复我，是因为我安装的震动设备打乱了他们的作息，干扰了他们的非法交易，所以他们才会如此气急败坏，不择手段的逼我妥协。警方将调查结果、案件通报通过小区物业张贴在公告栏，转发到业主群，一片哗然。业主群里之前误解我、指责我的邻居纷纷私聊我，向我诚恳道歉。我看着一条条道歉消息，内心毫无波澜。这些道歉对我来说早已没有意义。我起诉赵雅的民事案件如期开庭，庭审过程毫无悬念。赵雅站在被告席上，面色憔悴，试图为自己辩解，可在李峰提交的铁证面前，所有辩解都显得苍白无力。法官经过审理，当庭宣判，支持我的全部诉讼请求，判决赵雅在小区公告栏显著位置手写书面道歉信，并公示1周，在业主群公开赔礼道歉，赔偿我精神损失费，各项经济损失共计15000元。本案全部诉讼费用由赵雅承担。走出法庭，我长长舒了一口气，积压了许久的压抑与憋屈终于烟消云散。赵雅追了上来，拦住我的去路，近乎哀求的开口：“吴先生，求求您放过我吧，我知道错了，我以后一定管好孩子，再也不扰民了。”我停下脚步，静静地看着他。从你纵容孩子恶意扰民的那天起，从你在业主群污蔑我的那天起，你就该想到会有今天这个结局，这一切都是你们咎由自取。说完，我没有再看他一眼，转身离开。故事的结局没有丝毫意外，刘东因走私罪、故意毁坏财物罪数罪并罚，被依法判处有期徒刑6年。赵雅作为共犯，因参与非法交易、寻衅滋事，被判处有期徒刑1年，缓刑2年。他们名下的房产、车辆被法院全部查封拍卖，用以抵偿欠下的巨额债务、罚款和滞纳金。夫妻俩彻底沦为阶下囚，为自己的恶行付出了惨痛的代价。赵雅那封写满悔恨与歉意的道歉信，在小区公告栏里贴了整整1周，成了小区里的一大笑柄。不久后，新的业主搬了进来，是一对教师夫妇，待人谦和，见面时总会微笑着点头致意，邻里相处和睦舒心。10天后，我收到了法院强制执行划拨的15000元赔偿款，我以全体业主的名义，全数捐给小区物业基金，专项用于升级小区隔音设施、加装楼道监控，同时开展文明居住宣传，杜绝恶意扰民事件再次发生。李峰拍着我的肩膀，笑着夸赞：“哥们，你这一仗打得太漂亮，有理有据，应和反击，简直能写进民事维权的教科书里了。”一切尘埃落定后，我拆除了家中的震动设备。如今回想这场长达数月的噪音拉锯战，我依旧不后悔自己的选择。要学会拿起法律的武器，用合理合规的方式坚守自己的底线，捍卫自己的权益。唯有以直报怨，方能守住岁月静好；唯有寸步不让，才能让恶人不敢肆意妄为。这世间所有的安宁与尊重，从来都是靠自己争取来的。